次に生まれ変わるとしたら、私、鳥になりたいな。ユナは？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宅嘅頻道。今次分享嘅係做彩透不死鳥高達嘅熒光處理過程，其中有遇到一啲操作上嘅問題，都想分享翻俾大家參考嘅。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嘅頻道，我嘅頻道就係主要介紹一啲做基本模型處理嘅手法，同埋一啲我自己做改裝模型片段嘅分享。同時我亦都有做模型代工嘅，有興趣歡迎 PM。對呢類影片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訂閱啦。一開始當然係剪晒啲件落嚟先啦，呢度同平時要做嘅處理已經有分別㗎啦，因為始終呢隻係 high grade， 結構上咧就簡單好多嘅，冇自己一個本身嘅骨架，大部分都係用呢啲透明件去組裝而成，所以都唔使話有啲咩先後次序，直接全部剪晒落嚟先，再一口氣咁樣去處理。剪晒啲件落嚟之後，就可以開始處理水口。而家剪水口嘅手法都係一個我平時嘅習慣，就係會按住突出水口嘅位置，先至完全咁樣剪落去。用呢個手法去做呢，就可以保證剪出嚟嘅膠碎係唔會飛到周圍都係。清理嘅時候亦都可以少啲麻煩。另外一個小分享就係，好似影片咁樣，慢慢將刀刃攝入去水口突出嘅部分呢，就比較唔會令到透明件發白嘅。大家有機會亦都可以試一試呢個方法。剪晒水口啦，就係我最中意嘅環節。呢一度就係我今次會用得到嘅打磨工具。始終 high grade 嘅件呢，就冇做特別嘅隱藏水口，有啲位置無可避免地一定要用到打磨膏噶啦。好彩嘅係開出嚟呢，大部分水口位都好似呢個一樣，係喺個邊位上面嘅。所以基本上咧，都只需要用之前介紹過嘅納米錯就可以處理得到噶。其實真係忍唔住講，有陣時呢個納米錯咧，用熟咗之後係幾方便嘅。處理完出嚟個水口就會變成咁樣。基本上去到呢度咧，都冇咩特別大問題住嘅。由於呢件彩透模型本身係完全冇熒光效果嘅，所以可以直接上熒光珐琅油噶啦。補翻一句，今次我係只會用到藍色同埋黃色嘅佳亞 GE 系列熒光珐琅油嘅啫。你哋嫌我長氣都好啦，我每一條片都會講一次噶啦。長期照喺 UV 光之下係會對眼睛同埋皮膚造成傷害嘅，所以大家記得做到咁上下就要停低休息一陣。我自己最多都係連續做2個鐘就會停一停噶啦。首先我就做咗藍色精神框架上面嘅熒光滲線先。其實呢個 Cycle Frame 上面嘅線條係比較多嘅，所以呢一個部分我當時亦都冇太留心，就照平時正常咁樣做。然之後我就因為咁樣要翻手做多次，之後就會同大家解釋翻點解。去到要抹走多餘嘅熒光珐琅油，咁我呢期呢就買咗一支咁樣嘅嘢，用過之後我都覺得幾好用嘅，大家可以試一試。佢其實係一支好似筆咁樣，但係個筆頭呢係一嚿硬身嘅海綿。海綿比棉花棒優勝嘅地方係海綿係比較實淨嘅，尤其是個海綿頭做成咁樣嘅形狀呢，就連一啲窿窿罅罅位都可以俾你攝到入去。呢支嘢呢，我喺大林買嘅，咁但係如果大家揾唔到唔緊要，自己落去日本城嘅雜貨鋪買嚿海綿翻嚟，剪到正方形或者長條形，濕少少珐琅油嘅開油水，效果一樣可以做得到幾唔錯。同埋最緊要夠平啊嘛，一嚿海綿都係要你幾蚊。唔啱用咯，咪掉走佢咯。呢個係我第一次做完熒光滲線之後組裝出嚟嘅手，喺 UV 燈之下就可以睇得出有乜嘢問題啦。雖然我已經喺外側嘅線上面全部都滲咗熒光油，但係可以見到出嚟嘅效果係不太理想嘅。主要就係中間比較多位置係完全冇熒光效果出到嚟，同時因為藍色嘅 Cycle Frame 係放咗喺入邊嘅內層呢。所以就算落咗熒光油出嚟嘅效果亦都唔明顯，咁樣我自己都唔會收貨嘅，所以就唯有重新拆晒出嚟，再做過一次個熒光處理啦。首先我喺裂夾位置嘅邊位上面額外同佢做多一層黃色嘅熒光油，咁樣就可以確保 UV 燈打咗上去之後會有更加多嘅反光位置。同時間我要喺夾嘅內側亦都需要做多一定程度嘅滲線，先至可以解決到頭先見到有一部分位置唔夠熒光效果嘅呢個問題。
重複試咗2、3次之後，最後就得出咁樣嘅效果。咁講真，而家呢一度我就收貨啦。另外頭先就講過 Cycle Frame 嘅熒光效果係唔夠突出嘅，要解決呢個問題，結果我都係需要重新再做一次。呢次再做熒光滲線嘅髮廊油，我係會將個濃度再調高咗，咁樣就可以確保熒光嘅效果會比之前更加突出。咁當然啦，髮廊油嘅濃度比例提高咗，變得冇之前咁流質，上色嘅時候就要用多啲時間，同埋難度呢亦都提高咗少少啦。熒光滲線嘅問題都全部解決晒之後，就可以首先將每一個部分都組裝起嚟啦，準備去貼呢個水貼。我自己就會比較傾向先組裝，然之後先至上水貼嘅，咁樣就比較容易睇得清楚自己有冇做錯，或者水貼嘅位置上面就可以控制得好啲。組裝嘅同時，亦都打翻個 UV 燈俾大家睇下，最後熒光嘅效果成效就係咁樣啦。因為係 high grade 嘅關係，呢隻高達模型就只係得呢一張自帶嘅水貼嘅啫，係啊，得4張嘅啫。所以我自己都準備咗一張不死鳥高達專用嘅 EVO 熒光水貼。其實呢一張水貼呢，就係俾 RG 用嘅，咁但係比例上同細節上 RG 同 HG 嘅分別就不是太大，所以都通用到嘅。可能你會問，喂，咁你點知道啲水貼嘅正確位置呢？我梗係有準備好啦。基本上跟足呢一隻 RG Full Armor 嘅獨角獸水貼位置呢，都唔會有啲咩甩漏噶啦。上水貼要準備嘅工具都係啲 standard 嘢啦，戒刀、藍蓋嘅水貼膠水同埋水啊，走唔甩噶啦。雖然準備充足，但係呢一 part 其實我係蝦碌咗嘅。大家而家睇到我上水貼影片嘅狀況係我開住一盞 UV 燈嘅，去到呢個位都正正常常，至少大家都一眼就睇得到張水貼。因為 UV 燈之下佢個熒光效果都算係明顯，但係我熄咗 UV 燈之後，單純用日光嘅狀態睇落去呢，相信大家喺畫面入邊就真係好難揾得出呢張水貼啦。問題出咗喺張水貼本身係冷色系嘅淺藍色，貼咗喺暖色系嘅透明黃色件表面，係唔夠黃色咁搶眼嘅。就算我打翻個大燈上去，大家都只係可以見到水貼嘅反光，而唔係水貼本身個顏色。所以大家上水貼嘅時候，亦都需要留意下水貼本身個顏色同模型件表面嘅顏色個對比足唔足以令到個水貼出到嚟係明顯嘅。咁但係呢一度我就會照上水貼，因為至少個水貼係有熒光效果。再俾多個參考大家睇下，喺胸甲呢個位置嘅水貼亦都有對比度不足嘅問題。就算打咗 UV 燈上去，效果一樣都係唔明顯嘅。對比起底色係黑色，而水貼係白色嘅鐳射槍上面呢，個效果就差天共地啦。雖然水貼嘅效果因為顏色嘅問題有少少不如預期，咁但係我都想捉晒嘅。搞掂晒之後呢，就可以完成我哋最後呢一隻高達嘅組裝啦。如果覺得肥宅嘅影片有用或者有趣嘅話，就記得喺右下角撳一撳個訂閱掣支持一下啦。到最後出嚟效果就係咁樣啦，連埋晒所有武器，佢都只係得呢一度嘅啫。
佢係有一支鐳射炮同埋一個盾牌，鐳射炮就跟多一隻揸槍嘅手，就冇其他噶啦。忠實地反映咗佢係一隻 high grade 嚟嘅。咁話雖如此啦，但係上咗水貼之後，其實都係靚仔嘅。俾大家睇下呢個鐳射炮嘅 UV 效果，呢個就係全隻高達上咗水貼之後最靚嘅部件嚟嘅。咁睇埋個盾牌啦，其實我都上咗水貼，不過大家可以見到熒光滲線嘅效果太明顯啦，就會令到個水貼相對冇咁 eye catching。然之後俾個360大家睇一睇。老實講句，肥宅自己喺呢一套電影上嘅時候，係有掙扎過好唔好俾多少少錢買呢一隻模型嘅。但係曾幾何時，好耐之前出過一啲渣嘅 high grade 彩透，咁我買咗翻去砌完之後，個感覺就好差，所以結果冇買到。今次砌完出嚟之後，就算唔講做熒光處理呢，都係真係比想象中靚仔好多。單講高達模型業務上面 Bandai 係真係有進步嘅。然之後再俾大家睇多個 UV 燈之下嘅效果啦。呢度就首先多謝幾位網友留言嘅提醒，所以我買多咗一支365nm 嘅 UV 燈，打上去嘅效果同之前嗰3隻拍出嚟就差好遠啦。而家影片上面呈現到嘅就真係貼近我用肉眼去睇嘅效果，同時間亦都俾翻個參考時間大家。呢個熒光滲線嘅處理我係用咗多過10個鐘嘅。期間就包括因為我要翻手再做啦，同埋之前嘗試喺內側滲線有一部分做得過多，要清走多出嘅顏料都用咗比較多嘅時間，所以結果係比預期做耐咗唔少嘅。只不過出到嚟個效果呢，我而家自己都好滿意。就算係藍色嘅 Cycle Frame 喺 UV 燈之下，線條都係明顯。如果大家有機會想自己處理類似嘅模型，就記得呢啲會攝咗入去嘅部分，一定要用個濃度比較高嘅珐琅油去做上色，效果相信大家都會幾滿意嘅。見到呢個影片效果咧，都知道係拗水吹時間啦。星期日嘅 live 入邊，我都有同大家傾偈嘅時候講起，今年新年咧利是就真係俾唔到大家啦，但係我都會有份小禮物，好似上次咁樣做一個抽獎。抽獎嘅方法就會喺2月嘅第一條片嗰度做公布，咁大家就記得留意下啦。另外接緊落嚟呢，基本高達處理技巧嘅介紹就會慢慢少落嚟噶啦。我會開始做一啲成隻高達改件嘅處理，之前都介紹咗咁多唔同嘅處理手法啦，而家就可以透過處理成隻高達，俾大家睇下我點樣將呢啲方法 mix and match 咁樣去完成一隻作品。其實我開呢個頻道嘅時候呢，就有用一隻 high grade 嘅強人做個類似嘅系列。不過嗰陣時剪片嘅技巧就實在太差啦，而家睇翻快鏡過多，基本上都係得我自己先睇得明。咁而家叫做做咗半年啦，剪片同埋拍片嘅技巧都識得拿捏得好少少，咁就試下再開翻呢個系列，希望大家都可以用嚟做一個參考。同時因為處理成隻高達嘅時間就比較長，所以有可能之後就1個禮拜只能夠出到一條片嘅啫。相對地，我會開 live 嘅次數係會多啲嘅。咁可以同大家傾下偈，分享一下各種砌模型會遇到嘅問題同埋技巧，希望大家跟住落嚟嘅時間都可以繼續多多支持。今日嘅片就嚟到呢度啦，如果有咩唔明嘅，歡迎留言，我會再詳細解答嘅。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訂閱咗之後仲要記得撳埋個鐘仔，咁下條新片出嘅時候，你哋就會收到通知噶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